欧啦，我们是小丁和小潘，这是我们在拉美的第554天，我们来到了危地马拉的阿提特兰湖，它被火山环绕，据说是世界上最美的湖泊之一，吸引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行者们。这一期跟着我们一起探索一下吧。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叫 San Marcos 的小镇了。阿提特兰湖因火山喷发而形成，是中美洲最深的湖泊，湖边散落着很多小镇。我们目前所在的 San Marcos 是热门地之一，据说有很多嬉皮士住在这里。在市中心就可以看到各种瑜伽、冥想、仪式等活动的海报。我发现这里没有任何人戴口罩。对，这边都不戴的。像我们坐上一辆出租车，刚刚这个司机看我们是游客，还想坑我们3倍，一开始跟我们要3倍的钱。在危地马拉旅游就是一定要小心，因为它会给游客一个非常高的价格，然后本地人其实他不用花那么多的钱，所以千万一定要小心，不要被宰。我们最初计划在阿提特兰湖待1周，于是便在湖边订了一个性价比还不错的 Airbnb。就我们被别人介绍了一个朋友，说是他家房子挺好的，然后小潘就跟他联系了。他是一个英国人，应该在这边住了10几年了，然后他自己整个房子都自己建的，是那种生态建筑。来之前我们就被朋友推荐了2个在本地小有名气的地方，这一次带大家一起去看一看。这个地方叫做 Eagle Nest， 也是这边非常出名的一个地方，经常会举办各种活动。就是这有个平台，然后它没有围栏，感觉坐拥整个湖景。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 DJ 台啊，有的时候会有 DJ 活动，然后下面人可能就在这边跳舞啊，或者是什么的。据说这里每2周都会有一次大概100到150人的那种就是聚会 party。虽然他们的风景很棒，但是在本地他们的口碑却不太好，赚了很多钱却没有给本地人很好的待遇，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去体验他们的活动啦。第2个是 Yuga Forest， 一个在山腰上的瑜伽进修中心，可以早上去体验一下他们的瑜伽课程。山顶瑜伽馆视野不错，面对美丽的湖景，用瑜伽练习开启一天，练完再来一顿丰盛的素食早餐，真的非常健康。其实比起这些游客聚集的地方，我们更感兴趣的是那些在湖边长期居住的国际居民们，他们在这里形成了多样化的社区。我们了解到他们很多居住在旁边的小村祖努纳，所以我们也来到了这边。我们这一路上看到了好多这种普门永续的农场。我觉得这边既是他们自己的一个家，也是一个公共空间，就是可以自给自足的生活，然后同时它也开放一部分出去，可能是一个餐厅，欢迎一些人过来做些活动什么的，就既有自己的生活，又有跟别人的一些社交或者说共同社区的一些活动。是的，我觉得这个算是我心中的理想生活之一吧。就是我能有一块自己的地，然后我可以建一些这种生态的、非常环保的、跟自然融为一体的一个建筑，然后再有个自己的小小的一个普门永续的农场。哇！这家应该是养动物的，没有臭味了，应该是有养猪或者鸡之类的，对吧？Summer, nice to meet you, Noah. 这个小哥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做志愿者的，然后他带我们参观一下这里。They just switched over to the 好多羊啊！ I saw the baby. Yeah, there's one little baby. No, they'll eat right out of your hand. This is sweet potato leaf. Sweet potato, yeah. ，sweet potato 啊，地瓜叶。啊耶！我们不是也吃这个地瓜叶的吗 Do you eat the leaves? Yeah, they eat the whole thing. No, I mean you. You, for people. Oh, so these are edible when they're cooked. Yeah. In China, we also eat this. Oh, cool, yeah. Like sweet potato leaves.看了吗？哎呀 ，OK. You got it. pig， 小猪猪，好可爱，好可爱哟 ，so cute。 ，so cute, little tail. And he tries to eat everything. He's trying to eat my shoes right now. OK. 现在我们要去它这边的这个咖啡和餐厅去了，建筑也是挺漂亮的。哇！就是我来到这边就有一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纪录片叫《The Biggest Little Farm》，就是讲那种普门永续农场的。然后当时看了之后就觉得，哇，真的就是那种很自然、很美好。我觉得这里好像就这样，有很多很多小的 farm。然后我们刚刚参观的这个呢，它的主人呢，他其实是一个
非常非常专业，然后农场的设计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他们最近接了一个项目，就是1000平的一个甘蔗地，因为甘蔗它其实是非常吸那个水分的，非常破坏这边的那个土壤的。然后这个主人就去给那个就是可能是个大的农场主去做咨询，帮他们去重新设计。就是我觉得他在做的这件事情是对这个整个这个湖区，或者说大点说对这个世界都是非常有好处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个叫做卡乌纳的这个社区啊，它其实也是一个这个 farm 加社区的这么一个形式啊。看到这个还挺漂亮的，我觉得它这个花园。Hi. Oh, gracias. Yeah. I'm usually quite good at English. I just got in at 4 a.m. last night. 这个杯子也是来自中国的龙凤双飞。这个主人好像是喜欢喝茶，然后买了很多中国的茶在这边。现在要进去看一下。哇哦，这是书架。可以看到有一些这种西藏的元素。这个东西。这是房间。有私人卫浴。啊。Private bathroom. The old thing. Where did you get it from? Like Chinese medicine, you know, so they will put different medicine in different, like this carcass, like the box. 这是2楼这个空间，会举办一些活动什么的。他们好像是每周3还是什么时候会有一个读诗喝茶的活动，风景真的非常棒。And then I've been teaching online. So then I went to China and came back. 这个美国大叔他原来在我家福建福州苍山区那边教过英语，教了3个月，特别神奇，竟然在这边遇到一个来过我们福州的人。I have to help my friend. Yeah, sure. Yeah, Mark. Okay, my name is Summer.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both. Nice to meet you. See you again. Okay, see you. Lucas is a good. 我觉得这是我们在底特兰湖就是拜访第2个村子，然后我觉得还挺喜欢的，就是很安静，然后虽然说没有那么多元吧，但是整体的感受我觉得还挺好，大家过的生活也都是我们还挺向往，所以还挺希望能体验一下。我们都惊呆了，竟然在这个危地马拉这边看到一个这个超级像那种什么道教的那种庙吧？对，它这个屋檐还翘起来。很开心，之前在墨西哥认识的开房车的朋友也来到了这里，我们顺便拜访了一下他们。他们住在一个超美的房车营地，因为正对着火山，所以天气好的时候视野真的太棒了。说起来也挺神奇的，自从在那个山腰的 Airbnb 第一眼看到这个湖之后，就被它那种平静自由的能量给吸引了。然后来到这个楚努奈的小村，考察了一些国际社区之后，我们觉得很喜欢，所以打算就搬过来住1个月试试看。我们住的这个社区呢，就是我们刚刚考察那个叫做 Caruna 的社区。知道这个社区的原因也是非常的神奇。我们之前在墨西哥小镇 San Cristobal 旅居的时候呢，在路上逛街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一张海报。路过一个咖啡厅，看到一个海报，好像是一个艺术家跟练瑜伽这种灵性社区的一个海报。我们打算回去查一下，说不定可以去他们那边看一下。这张海报就是这个社区的主人路过的时候，在那个城市贴的唯一的一张海报，然后就被我们发现了。后来我们过来考察的时候呢，在这边也发现了很多跟中国相关元素，所以我们觉得跟这个地方还是挺有缘分的，所以我们就决定住下来了。所以我们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喽。下一期视频我们给大家好好分享一下我们在这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社区的生活，以及我们也探索了一些湖边其他的小镇，非常的有意思。所以我们下期见，拜拜。